歌剧魅影。加斯东勒鲁。第13章。阿波罗的里拉琴。他们就这样来到了屋顶上，他像燕子一样轻盈地在屋顶上移动。他的目光扫过3个圆顶和三角形山墙之间的空地。他在巴黎的上空深吸一口气，巴黎在他脚下仿佛一个辛勤劳作的山谷。他满怀信心地看着拉乌尔，他向他走去，他们并肩在高处行走，走在新皮铺就的街道上，走在铸铁铺就的大道上。他们凝视着自己在宽阔平静的水池中映出的成双的倒影。夏天的时候，舞蹈学校最小的孩子们，大约20个，会跳进水里学习游泳。那个一直忠实地跟随着他们脚步的影子，此刻也出现在屋顶上，像一只黑色的老鹰一样伸展开来，沿着铁质小巷的交错处延伸，围绕着桥墩旋转，悄无声息地环绕着圆顶。这2个不幸的年轻人丝毫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当他们终于放心地坐在阿波罗的庇护下时，阿波罗正以青铜的姿态，在燃烧的天空中心举起他那神奇的里拉琴。一个灿烂的春日午后包围着他们，几片云彩刚刚从西方染上了柔和的金色和紫色，缓缓飘过，在2个年轻人头顶上拖曳而过。克里斯蒂娜对拉乌尔说：“很快我们将比云彩走得更远、更快，到达世界的尽头，然后他会离开我。”拉乌尔，但是如果到了你来带我走的时候，我却拒绝跟你走，那么，拉乌尔，你必须强行带我走。他说这些话时，带着一种似乎是针对自己的力量，同时紧张地紧紧依偎着他。年轻人感到惊讶。那么，你害怕改变主意吗，克里斯蒂娜？我不知道，他说，奇怪地摇着头。他是个魔鬼。他打了个冷战，他发出一声呻吟，蜷缩在拉乌尔的怀里。现在，我害怕再和他一起生活了，在地下。是谁强迫你回去的，克里斯蒂娜？如果我不回到他身边，可能会发生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知道应该同情那些生活在地下的人，但这太可怕了。然而，那个时间快到了，我只剩下最后1天了。如果我不去，他会用他的声音来找我，他会把我拖到他在地下的家里，然后跪在我面前，戴着他的骷髅面具。他会告诉我，他爱我。他会哭泣。哦，拉乌尔，如果你看到他的眼泪，在他骷髅面具那2个黑洞洞的眼窝里，我不能再看到那些眼泪了。他可怕地扭动着双手，而拉乌尔也同样被那种富有感染力的恐惧所攫住，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不，不，你再也不会听到他说他爱你，你再也不会看到他的眼泪。我们逃吧，现在就走，克里斯蒂娜，我们逃吧。他想立刻拉他走，但是他阻止了他。不，他说，痛苦地低下头。现在不行，那样太残忍了。让他再听我唱一次，明天晚上，然后我们就走。午夜时分，你去我的更衣室找我，12点整。那时他会在湖边的餐厅等我。但是，我们将是自由的，你会带我走。即使我拒绝，你也必须向我发誓，拉乌尔。我很清楚，这一次，如果我回去，也许就再也回不来了。他补充道，你无法理解。他发出了一声叹息，身后似乎也有另一个叹息声回应着他。你没听到吗？他的牙齿咯咯作响。没有，拉乌尔肯定地说，我什么也没听到。太可怕了，他说，总是这样不停地发抖。然而，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危险。
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在我的家里，在天空下，在露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太阳火辣辣的，而夜间的鸟儿不喜欢看太阳。我从来没有在白天见过它，那一定很可怕。他结结巴巴地看着拉乌尔，眼神迷茫。啊，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以为他快要死了。为什么？拉乌尔问道，被他那奇怪而可怕的倾诉语气吓坏了。你为什么认为他快要死了？因为我看见了他。这一次，拉乌尔和克里斯蒂娜同时转过身。这边有人在受苦，拉乌尔说，也许是受伤了。你没听到吗？我说不好，克里斯蒂娜宣称，即使他不在，我的耳朵里也充满了他的叹息。但是如果你听到了……他们站起身，环顾四周。他们完全独自置身于那巨大的铅皮屋顶之上。他们又坐了下来。拉乌尔问道：“你是怎么第一次见到他的？”我已经听了他3个月的声音了，但没有见到他。第一次，我和你一样，以为那个好听的声音突然开始在我身边唱歌，是在隔壁的更衣室里唱的。我走出去，到处找，但是我的更衣室很隐蔽，你知道，我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那个声音。事实上，他仍然在那里，在我的更衣室里。此外，他不仅仅是唱歌，他还和我说话，回答我的问题，就像一个真正的男人的声音。不同的是，他像天使的声音一样好听。我怎么解释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呢？我一直想着我的父亲答应在我死后给我的音乐天使。我敢和你谈论这种孩子气的想法，拉乌尔，因为你认识我的父亲，因为他爱你，因为你和我一样，小时候相信音乐天使，所以我相信你不会笑，也不会嘲笑。我保留了小洛特那温柔异性的灵魂，而且瓦莱里乌斯夫人的陪伴并没有让我失去他。我用我天真的双手捧着那颗纯洁无瑕的灵魂，天真的 Dagosai， 把它伸出去，献给了那个男人的声音，以为是献给天使。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养母也有责任。我对她毫不隐瞒所有无法解释的现象。她急忙对我说：“一定是天使。无论如何，你总可以问问他。”引号，我照做了。那个男人的声音回答我说：“他确实是我期待的天使的声音，是我父亲去世时答应给我的。”从那时起，那个声音和我之间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我完全信任他。他告诉我，他来到人间是为了让我体验永恒艺术的至高幸福，并请求允许每天给我上音乐课。我非常热情地接受了，并且没有错过他给我的任何约会。在清晨，在我的更衣室里，那是歌剧院的那个角落，完全是空的。我怎么向你解释那些课是怎样的呢？即使是你，虽然听过那个声音，也无法想象。说实话，我无法想象。年轻人肯定地说，他用什么伴奏？用一种我不熟悉的音乐，它在强后，而且精准无比。此外，就好像那个声音确切地知道我父亲去世时我的课程进行到哪里，以及他使用的简单方法。就这样，通过回忆，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我的声音回忆起以前的所有课程，并且突然从我所接受的课程中受益，我进步神速，而且是以一种在其他情况下需要花费很多年才能达到的程度。想想我的身体相当虚弱，而且我的声音起初没什么特点，自然地，低音部分发育不良，高音部分太尖锐，中音部分含糊不清。正是这些缺点，我的父亲曾一度努力克服，并暂时战胜了他们。也正是这些缺点，那个声音最终战胜了。渐渐的，声音的音量增加了很多，达到了我以前虚弱的身体无法期望的程度。我学会了尽可能的扩大我的呼吸，但是那个声音告诉了我发展
女高音胸腔声音的秘密。最重要的是，它用灵感的神圣火焰覆盖了这一切，唤醒了我内心一种强烈、吞噬一切、崇高的生命。那个声音有一种力量，当它被听到时，它会把我提升到它那里，它把我带到它奇妙飞翔的高度。那个声音的灵魂住在我的嘴里，并且用和谐充满了它。几周之内，我唱歌的时候已经认不出自己了。我甚至感到害怕，有一段时间，我担心这一切都有某种魔力。但是瓦莱里乌斯夫人让我放心了，她认为我太单纯了，不会引起魔鬼的注意。我的变化是一个秘密，只有那个声音，瓦莱里乌斯夫人和我才知道，因为那个声音是这样吩咐的。奇怪的是，在更衣室外面，我用我平常的声音唱歌，没有人注意到任何事情。我做那个声音想让我做的一切。他对我说，必须等待，你会看到的，我们会让整个巴黎都感到惊讶。我等待着，我生活在一种被那个声音控制的狂喜的梦中。在这种情况下，拉乌尔，有一天晚上，我在大厅里看到了你。我的喜悦太大了，以至于我没有想到，在进入我的更衣室时，把它藏起来。不幸的是，那个声音已经在那里了，并且从我的态度中看到了一些新的事情正在发生。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了他我们的故事，也没有隐瞒你在我心中的位置。然后那个声音沉默了，我叫他，但他没有回答我，我请求他，但没有用。我非常害怕他会永远离开，我希望他能那样做，我的朋友。那天晚上，我带着绝望回到了家，我拥抱了瓦莱里乌斯夫人，对她说，你知道吗？那个声音走了，也许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和我一样害怕，并要求我解释。我告诉了他一切。他对我说，天哪，那个声音嫉妒了，这让我想到我爱上了你。在这里，克里斯蒂娜停顿了一下，她把头靠在拉乌尔的胸前，他们都沉默着，彼此拥抱着。他们的情绪是如此激动，以至于他们没有看到，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感觉到，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两片巨大的黑色翅膀的影子正在靠近他们，紧贴着屋顶，只要合起来，就可以让他们窒息。第二天，克里斯蒂娜深深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心事重重地回到了我的更衣室。那个声音在那里，哦，我的朋友，他用极大的悲伤和我说话。他断然宣称，如果我必须把我的心献给尘世，他只能升入天堂。他用如此充满人类痛苦的语气说出这些话，以至于我本该从那天起就不信任他，并开始明白我一直是我的感觉失衡的受害者。但是我对那个声音的信任，与我父亲的记忆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仍然是绝对的。我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再也听不到它。另一方面，我已经仔细考虑了我对你的感情，我已经衡量了所有不必要的风险，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你在社会上的地位，永远禁止我想到一个幸福的结合。我向那个声音发誓，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兄弟，不会是其他任何东西，而且我的心中没有任何尘世的爱情。这就是原因，我的朋友，当你在舞台上或走廊里试图引起我的注意时，我总是避开你的目光，这就是我不认识你的原因，不看你的原因。在那段时间里，我和那个声音之间的上课时间是在一种神圣的狂喜中度过的。声音的美丽从未如此占据过我。有一天，那个声音对我说，好了，现在，克里斯蒂娜达艾，你可以给人们带来一些天堂的音乐了。为什么那天晚上，也就是那场盛大的晚会，卡洛塔没有来剧院？为什么他们叫我去代替他？我不知道，但是
我唱了，我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唱了，我感到轻松，好像我长了翅膀。有一瞬间，我以为我燃烧的灵魂已经离开了我的身体。哦，克里斯蒂娜，拉乌尔说道，回忆起那一幕，他的眼睛湿润了。那天晚上，我的心随着你声音的每一个音符而跳动，我看到眼泪从你苍白的脸颊上流下来，我和你一起哭泣。你怎么能在哭泣的时候唱歌？我的力气用尽了，克里斯蒂娜说。我闭上了眼睛，当我睁开眼睛时，你就在我身边，但是那个声音也在，拉乌尔。我为你感到害怕，那一次我也不想承认，我根本不想承认。当我提醒我曾在海边捡起我的披肩时，我笑了。但是，不幸的是，我无法欺骗那个声音，他完全认出了你，而那个声音嫉妒了。接下来的2天，他对我进行了可怕的盘问。他对我说：“你爱他，如果你不爱他，你就不会拒绝他。他是一个老朋友，你可以像和其他人一样握手。如果你不爱他，你就不会害怕和他以及我一起在更衣室里。如果你不爱他，你就不会把他赶走。”够了！我愤怒地对那个声音喊道。明天我必须去佩罗斯，去我父亲的坟墓。我会请求沙尼先生陪我去。随你便，他回答说。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也会去佩罗斯，因为我总是和你在一起。克里斯蒂娜，如果你仍然值得我，如果你没有对我撒谎，当12点的钟声敲响时，我会在你父亲的坟墓上，用逝者的那把小提琴为你演奏拉萨路的复活。就这样，我被迫给你写了那封把你引到佩罗斯的信。我怎么能让自己被欺骗到这种程度？面对那个声音如此世俗的担忧，我怎么可能没有怀疑有什么问题？但是，不幸的是，我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我是他的东西。而且那个声音拥有的手段足以欺骗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孩。但是，好吧，拉乌尔在克里斯蒂那讲述到这里时惊呼道，他似乎在用眼泪哀叹自己那不精明头脑的过度天真。但是您知道了真相，您怎么没有立刻逃离那场可怕的噩梦？知道真相，拉乌尔，逃离那场噩梦。但是，我只是在我确切的知道真相的那一天，才进入了那场噩梦。别说了，我什么也没告诉你。现在我们要从天堂降到人间了。可怜我吧，拉乌尔，可怜我吧。一个可怕的夜晚，在那一天发生了这么多不幸的事情。在那一天，卡洛塔以为自己是一只肮脏的公鸡，并且像在鸡舍里度过了一生一样尖叫。在那一天，在灯掉到池座之后，大厅突然陷入黑暗。那天晚上有死者和伤者，整个剧院里充满了最悲伤的呻吟。拉乌尔，在灾难之中，我的第一个念头同时是为了你和那个声音，因为在那时，你们俩在我心中占据着同等重要的位置。关于你，我立刻就放心了，因为我在你哥哥的包厢里看到了你，我知道你没有危险。至于那个声音，他曾告诉我他会参加演出，我为他感到害怕。是的，我真的害怕，就好像他是一个有血有肉，会死去的人。我对自己说，我的上帝，也许那盏灯压碎了那个声音。那时我在舞台上，害怕到了极点，我正准备跑到大厅里，在死者和伤者中寻找那个声音。这时我想到，如果他没事，他一定已经在我的更衣室里，想让我放心。我一跃就到了更衣室，那个声音不在。我把自己锁在那里，请求他，如果他还活着，就向我显现。那个声音没有回答我，但是突然我听到了一声长长的、美妙的呻吟，我非常熟悉。那是拉撒路在耶稣的声音中开始睁开眼睑，并再次看到阳光时的哀叹。那是我父亲小提琴的哭泣声。
我认出了达埃的运功方式，就是他，拉乌尔，让我们在佩罗斯的路上停了下来，就是他迷住了我们在墓地的那天晚上。然后，在看不见但胜利的乐器之上，我听到了生命的喜悦尖叫声。那个声音终于显现出来，开始唱歌，既威严又至高无上。来吧，相信我，那些相信我的人将会复活。走吧，那些相信我的人不会死去。我很难向你解释，当我听到那段歌颂永恒生命的音乐时所感受到的印象。当时，在我们身边，一些可怜的人被那盏致命的灯压碎，正在发出最后的灯压碎，正在发出最后的呻吟。我觉得他命令我站起来，走向他。他走开了，我跟着他。来吧，相信我。我相信他，我去了，而且非常奇怪的是，我的更衣室似乎在我的脚步前延伸。显然，这一定是镜子造成的，因为镜子就在我面前。而且，突然，我发现自己在我更衣室外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里，拉乌尔粗暴地打断了年轻女子。怎么，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你为什么不停止做梦？我没有做梦，我可怜的朋友，我发现自己在我更衣室外面，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那天晚上看到我消失的人，也许可以解释它，但是我不能。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当我在我的镜子前发现自己时，我没有看到他。我转过身去看看他是否在我身后，但是已经没有镜子或更衣室了。我发现自己在一个黑暗的走廊里，我感到害怕，我尖叫起来。我的周围一片漆黑，远处一道微弱的红光照亮了墙角，一个十字路口的拐角。我尖叫起来，只有我的声音充满了墙壁，因为歌声和小提琴已经沉默了。突然，在黑暗中，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或者说，一些冰冷而瘦骨嶙峋的东西抓住了我的手腕，并没有松开。我尖叫起来，一只手臂搂住了我的腰，把我举了起来。我挣扎了一会儿，感到恐惧，我的手指沿着潮湿的石头滑落，但无法抓住它们。然后，我再也没有动了。我以为我会死于恐惧。他们把我带到那道微弱的红光中，我们进入了那道光芒。然后我看到我被一个穿着黑色大斗篷的男人抱着，他戴着一个遮住他整个脸的面具。我试图做一次最后的努力，我的四肢绷紧，我的嘴再次张开，想尖叫出我的恐惧，但是一只手捂住了它。我感觉那只手贴在我的嘴唇上，贴在我的肉体上，散发着死亡的气息。然后我昏了过去。我昏迷了多久？我说不好。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那个黑衣人和我仍然在黑暗中。一个遮光灯笼放在地上，照亮了一个喷泉的泉眼，水从墙上流出来，几乎立刻就通过我躺卧的地板消失了。我的头靠在那个穿着黑色斗篷、戴着黑色面具的男人的腿上。我神秘的同伴用一种温柔、一种关切、一种体贴来为我擦拭太阳穴。我觉得这比绑架的粗暴更难以忍受。他的手尽管非常轻柔，却仍然散发着死亡的气息。我推开了他们，但没有力气。我叹了口气问道：“你是谁？那个声音在哪里？”一个叹息回答了我。突然，一股温暖的风吹拂着我的脸，在黑暗中，在那个男人的黑色身影旁边，我隐约辨认出一个白色的身影。那个黑色的身影抱起我，把我放在那个白色的身影上。立刻，一阵欢快的马嘶声传到我惊愕的耳朵里。我喃喃地说：“凯撒。”那只动物激动起来。我的朋友，我半躺在马鞍上，认出了预言家里的那匹白马。我经常摸它，给它糖果。但是有一天，
剧院里传言说那只动物已经消失了，并且被歌剧院的幽灵偷走了。至于我相信那个声音，而且我从未见过那个幽灵，但是突然我问自己，颤抖着，我是否是那个幽灵的囚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呼唤那个声音来帮助我，因为我从未想过那个声音和那个幽灵是同一个人。你听说过歌剧院的幽灵吗，拉乌尔？是的，年轻人回答说，但是告诉我，克里斯蒂娜，当你骑在那匹预言家的白马上时，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做任何动作，任由自己被带着走。渐渐的，一种放松的状态取代了那场奇怪冒险给我带来的焦虑和恐惧。那个黑色的身影支撑着我，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摆脱它。一种非凡的平静侵袭着我，我以为自己正处在某种灵丹妙药的良性影响之下，我感到精力充沛。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而且在某些地方，由于短暂的闪光，黑暗变得清晰起来。我判断我们现在在一个狭窄的圆形走廊里，我想象着那个环绕着歌剧院的位于地下的走廊是巨大的。有一次，仅仅一次，我下到了歌剧院的地下室，那里非常壮观，但是我停在了第3层地下室，不敢再深入地下。然而，还有2层楼，足以建造一座城市，在我脚下敞开着。但是那些出现在我面前的阴影让我逃走了。那里有魔鬼，全身都是黑色的，在锅炉前挥舞着铲子和叉子，点燃火焰。如果你靠近，他们会威胁你，突然在你身上张开烤香的红色嘴巴。但是，当凯撒在那个噩梦般的夜晚平静地驮着我时，我突然看到，在很远的地方，很小，好像他们在一个倒置的望远镜的尽头。那些黑色的魔鬼，在他们的锅炉的红色火盆前，他们出现了，消失了，他们又出现了，跟随我们奇怪的行径，最后他们彻底消失了。那个男人的身影继续支撑着我，凯撒稳稳地走着，无人引导我，无法告诉你，甚至无法大致说出那次穿越黑夜的旅程持续了多久。我只是感觉到我们旋转着，旋转着，沿着一条坚定的螺旋线下，降到地球深渊的中心。但是，难道不是我的头在旋转吗？无论如何，我不这么认为。不，我处于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清醒状态。凯撒嗅了嗅空气，感觉到了气氛，加快了步伐。我感觉到了潮湿的空气，然后凯撒停了下来。夜晚变得明亮起来，一道蓝色的光芒包围着我们。我看着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站在一个湖边，湖水铅灰色，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但是蓝色的光芒照亮了那个岸边。我看到一条小船拴在码头上的一个铁环上。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存在，而且在地下看到那个湖和那条船并没有什么超自然之处。但是，想想我到达那个岸边的条件，死者的灵魂在登上斯蒂克斯河时，一定不会感到更不安。卡戎一定不会比那个把我带到船上的人更阴沉或更沉默寡言。药物已经停止发挥作用了吗？那些地方的凉爽足以让我恢复神智吗？但是我的睡意消失了，我感到恐惧又开始了。我那邪恶的同伴一定注意到了，因为他很快地把凯撒赶走了。凯撒逃离了走廊的黑暗，我听到了他的蹄子在楼梯上奔跑的声音。然后，那个人跳上了船，解开了他的铁链。他拿起桨，用力而快速地画着，在面具下，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我感到他那静止的眼睛牢牢地盯着我。在我们的周围，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们在那种我跟你说过的蓝色的光芒中滑行。再往前走，我们又沉浸在最彻底的黑暗中。最后我们靠岸了。那条船撞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它又一次把我抱了起来。但是我恢复了尖叫的力量，我尖叫起来。但是突然，我沉默了，被光芒闪瞎了眼。是的，一道强烈的光芒，
我被放置在它的中心，我一跃而起，我感到精力充沛。在一个房间里，我感觉布置得井井有条，摆放着家具，并装饰着鲜花。那些鲜花既珍贵又愚蠢，因为那些丝带把它们绑在篮子里，就像那些在林荫大道的商店里卖的鲜花一样，太文明了，就像我每次首演后在我的更衣室里找到的鲜花一样。在那种巴黎的香气中，那个戴着面具的黑色身影站在那里，双臂交叉着。他说话了。放心吧，克里斯蒂娜，他说，你没有任何危险。那是那个声音。我的愤怒和我的惊讶一样强烈。我冲向那个面具，想把它扯下来，看看那个声音的脸。那个男人的身影对我说：如果你不碰那个面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然后他轻轻地抓住我的手腕，让我坐了下来。然后他跪在我面前，什么也没说。这个谦卑的姿势让我恢复了一些勇气。光线让我周围的所有事物都清晰可见，把我带回了现实生活。无论那次冒险看起来多么奇怪，它现在都被我可以看见和触摸的凡俗之物所包围。墙上的挂毯、家具、火炬、花瓶，甚至那些鲜花，我可以根据它们镀金的篮子说出它们的来源和价格，都不可避免地将我的想象力限制在一个像其他任何沙龙一样平庸的房间里。至少它还有一个借口，那就是它并非位于歌剧院的地下室。毫无疑问，我必须与某个极其古怪的人打交道。他神秘地居住在地下室，出于某种需要，就像其他人一样，并且在管理部门的默许下，在那个现代巴别塔的边缘找到了一个永久的避难所。在那里，人们勾心斗角，用各种语言唱歌，用各种俚语谈情说爱。然后，那个声音，那个我认出的声音，尽管他戴着面具，但他无法向我隐藏他。他就是跪在我面前的那个人，一个男人。我没有想到我所处的这种可怕境地，我甚至没有问自己会发生什么，以及是什么阴暗而冷酷专横的计划把我带到那个房间里，就像把一个囚犯锁在地牢里，或者把一个奴隶锁在后宫里一样。不，不，我对自己说，那个声音就是这个，一个男人。然后我哭了起来。那个男人仍然跪在我面前，无疑明白了我的眼泪的原因，因为他说：是真的，克里斯蒂娜，我既不是天使，也不是精灵，也不是幽灵，我是埃里克。在这里，克里斯蒂娜的故事又一次中断了。两个年轻人觉得身后的回声重复着：埃里克？什么回声？他们转过身，只看到夜幕已经降临。拉乌尔做出要起身的姿势，但克里斯蒂娜把他按在身边。别动，现在你必须在这里知道一切。为什么在这里，克里斯蒂娜？我担心夜晚的寒气会让你着凉。我们只需要害怕火板门，我的朋友，而这里我们处在火板门世界的最边缘。再说，我不能在剧院外面见他，现在不是惹他生气的时候，不要引起他的怀疑。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有种感觉告诉我，我们等到明天晚上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现在就逃走。我告诉你，如果明天晚上他不听我唱歌，他会非常难过的。要既不让埃里克受苦，又要永远逃离，这太难了。这一点你说的对，拉乌尔，因为如果我走了，他很可能会死。年轻女子用低沉的声音补充道，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必须离开，否则我们就有可能被他杀死。那么他爱你，爱到不惜犯罪。但是
他的藏身之处不可能找不到。我们可以去那里找他。如果埃里克不是幽灵，就可以和他说话，甚至可以强迫他回答。克里斯蒂娜摇了摇头。不能对埃里克采取任何行动，唯一可能的就是逃跑。那么，既然有机会逃跑，您又是如何回到他身边的呢？因为那是必须的。等我向你解释我是如何离开他的住所时，你就会明白。哦，我多么恨他！拉乌尔喊道。而你，克里斯蒂娜，告诉我，你必须告诉我一些事情，好让我能平静地听完这个非同寻常的爱情故事的其余部分。而你恨他吗？不，克里斯蒂娜只是这样说。那么，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你爱他，你的恐惧，你的惊恐，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爱，而且是最热烈的爱，是那种不愿承认的爱。拉乌尔苦涩地解释道，是那种一想到就会让人不寒而栗的爱。想想看，一个住在地下宫殿里的男人。他放声大笑。你希望我回去吗？年轻女子粗暴地打断了他。小心，拉乌尔，我警告过你，那样你就再也出不来了。他们三个人之间陷入了一阵可怕的沉默，他们两个在说话，而那个影子在后面听着。在回答您之前，我想知道您对他怀着怎样的感情，如果您不恨他的话。恐惧，他回答道。他用如此强大的力量说出这些话，以至于盖过了夜晚的叹息声。这才是可怕的。他继续激动地说，我对他感到恐惧，却不憎恨他。我怎么能恨他呢，拉乌尔？我看到埃里克跪在我的脚下，在湖边的宅邸里，在地下，他自己谴责自己，诅咒自己，恳求我的原谅。他承认了他的欺骗，他爱我。他向我展现了一种强烈而悲剧性的爱，他因为爱而绑架了我，他因为爱而把我囚禁在地下，但他尊重我，他卑躬屈膝，他呻吟，他哭泣。而当我站起来，拉乌尔，当我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刻归还他剥夺了我的自由，我就只能鄙视他时，奇怪的是，他把自由还给了我，我只需要离开，他准备好告诉我那条神秘的路。只是他也站了起来，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如果他既不是幽灵，也不是天使，也不是精灵，他仍然是那个声音，因为他在唱歌。而我听着，于是我留下了。那天晚上，我们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他拿起一把竖琴，开始用男人的声音，天使般的声音，为我演唱排斯迪蒙娜的浪漫曲。我曾经唱过这首歌的回忆让我感到羞愧。音乐中有一种力量，使得除了那些侵入心灵的声音之外，世界上再无他物。我忘记了我离奇的冒险，只有那个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复活。我陶醉地跟随着它进行和谐的旅程。我成了俄尔甫斯羊群中的一员。他带我经历了痛苦与喜悦，殉难与绝望，幸福、死亡和胜利的婚礼。我听着那个声音，唱着他为我演唱了未知的片段。他让我听到了新的音乐，给我带来了一种奇特的甜蜜、慵懒和宁静的感觉。一种音乐，在提升了我的灵魂之后，又逐渐平息了它，并把它引向了梦境的边缘。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独自一人躺在一张沙发上，在一个非常简朴的小房间里。房间里摆放着一张普通的红木床，墙壁上覆盖着如意印花布，一盏放在路易菲利普风格旧梳妆台大理石面上的灯照亮着房间。这又是什么新的布景？我用手抚摸着额头，好像想摆脱一个噩梦。但是，不幸的是，我很快就意识到，我并没有做梦，我被囚禁了。除了进入一个设备齐全的浴室外，
我无法离开我的房间，冷热水随意取用。回到我的房间后，我在梳妆台上看到一张用红色墨水写的便条，确切地说明了我悲惨的处境，并且，如果我还未明白的话，消除了我对事件真实性的所有疑虑。我亲爱的克里斯蒂娜，便条上写着，不要为你的命运担心，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忠实、更尊重你的朋友了。当你读到这张便条时，你将独自一人在这属于你的住所里。我出去逛商店，为你买来你可能需要的所有衣服。毫无疑问，我喊道，我落入了一个疯子之手。我会怎么样？那个可怜虫打算把我关在他的地下监狱里多久？我像个疯子一样，跑遍了我的小公寓，不停地寻找一个我找不到的出口。我痛苦地指责自己愚蠢的迷信，并以极大的乐趣嘲笑自己曾以何等完美的纯真，隔着墙壁迎接了音乐精灵的声音。当一个人如此愚蠢时，就会任由最闻所未闻的灾难摆布。我活该，我真想打自己。于是我同时又哭又笑起来。埃里克发现我时，我正处于这种状态。在墙上轻轻敲了3下之后，他从一扇我未能发现的门平静地走了进来，并敞开着那扇门。他提着许多盒子和包裹，立刻把它们放在我的床上，而我则侮辱他，并挑战他，如果他自诩拥有一张诚实男人的脸，就摘下面具。你永远不会看到埃里克的脸，他非常平静地回答道。然后他责备我这么晚了还没有梳洗打扮。他屈尊向我解释说，现在是下午2点，他给了我半个小时的时间。他说话的时候把我的表拨准了时间，然后邀请我到餐厅去。他说那里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我饿极了，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走进了浴室。我洗了个澡，事先在我身边放了一把漂亮的剪刀。如果埃里克在表现得像个疯子之后，不再表现得像个诚实的男人，我就决心用他自尽。洗澡让我感觉好多了。当我再次出现在埃里克面前时，我已经做出了明智的决定，既不侮辱他，也不伤害他，相反，要奉承他，以期尽快获得自由。他先谈起了他对我的计划，并详细说明了，以使我安心。他太喜欢我的陪伴了，不愿立刻就失去他，就像他前一天一度同意的那样。面对我愤怒的惊恐表情，我应该明白，没有理由害怕有他在我身边。他爱我，但如果我不允许，他不会再对我说，其余的时间，我们将一起度过音乐时光。您说的其余的时间是什么意思？我问他。5天，他坚定地回答道。那之后我就自由了吗？你会自由的，克里斯蒂娜，因为过了这5天，你就会学会不再害怕我，然后你会时不时的回来看望可怜的埃里克。他说最后几句话的语气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似乎从中感受到一种如此真实、如此值得同情的痛苦，以至于我抬起一张温柔的脸庞望向那个面具。我看不见面具后面的眼睛，这并没有减轻我在打量那块神秘的黑色布料时感到的那种令人不快的不安。但是，在布料下面，在面具的下巴尖上，出现了1滴、2滴、3滴、4滴眼泪。他默默地指了指他对面的一个座位，旁边是一张小茶几，摆在房间中央。前一天他曾为我弹奏竖琴，我非常不安地坐了下来。然而，我胃口很好地吃了一些小龙虾和1块鸡翅，配着一点他自己带来的托卡伊葡萄酒。他说，那是从科尼斯堡的酒窖里拿来的。很久以前，福斯塔夫也曾光顾过那里。他既不吃也不喝。我问他是什么国籍，那个埃里克的名字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血统？他回答说他没有名字也没有祖国。
他选择埃里克这个名字纯属偶然。我问他，既然他爱我，为什么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告诉我，而是把我拖到地下并囚禁起来？在坟墓里是很难表达爱意的。我对他说，人只能拥有自己所能拥有的约会。他用一种非常特别的语气回答道。然后他站起身，向我伸出手，因为他想尽地主之谊，带我参观他的住所。但我猛地从他手中抽回我的手，发出一声尖叫。我刚刚碰到的东西既潮湿又瘦骨嶙峋，我想起他的手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哦，请原谅，他呻吟道，然后在我面前打开一扇门。这是我的房间，他说，很奇怪，你想参观一下吗？我没有犹豫，他的举止，他的言语，他的整个神态都让我感到信任，而且我觉得我不应该害怕。我走了进去，我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一间灵堂，墙壁完全用黑色挂毯覆盖，但是与通常用来装饰这种阴森场合的白色泪珠图案不同，在一张巨大的乐谱上方重复出现着震怒之日的音符。房间中央有一个华盖，上面垂挂着红色呢绒的帷幔，华盖下面放着一口敞开的棺材。看到这个，我后退了一步。我就睡在那里，埃里克说，人生在世，必须习惯一切，甚至永恒。我转过头，被这阴森的景象深深打动。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占据了整面墙的管风琴的键盘上，琴谱架上放着一本潦草地写满了红色音符的乐谱。我请求允许看一看，并在第一页上读到凯旋的弹簧。是卡兹的。他对我说，我有时会作曲，我开始这项工作已经20年了。当它完成时，我会带着它一起进入那口棺材，然后我就再也不会醒来了。您应该尽可能少地从事这项工作，我惊呼道。我有时会连续工作15个白天和15个夜晚，期间我只靠音乐为生，然后我会休息好几年。您愿意为我演奏一段您的凯旋的弹簧吗？我问道，心想他会喜欢，同时努力克服我对置身于这死亡之事的厌恶。永远别向我提这个要求，他用阴沉的声音回答道。这个弹簧并非出自洛伦佐·达彭特的笔下，他受到葡萄酒、短暂的爱情和恶习的启发，最终受到上帝的惩罚。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演奏莫扎特的作品，那会让你的美丽泪水流淌，并激发你正直的思想。但是我的弹簧，它在燃烧，克里斯蒂娜。然而它并没有被天火击中。说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离开的那个客厅。我注意到那个房间里没有任何镜子。我正要说出来，但埃里克已经坐在钢琴前，对我说：“看，克里斯蒂娜，有些音乐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会吞噬所有靠近它的人。幸运的是，你还没有接触到它，因为那样你会失去你清新的容颜。回到巴黎后，人们就认不出你了。我们来唱剧吧，克里斯蒂娜达埃。”他对我说：“我们来唱剧吧，克里斯蒂娜达埃。”就好像那是一种侮辱。但我没有时间去思考他话语中的语气。我们立刻开始了奥赛罗的二重唱，灾难已经在我们头顶盘旋。这一次他把苔丝迪蒙娜的角色留给了我，我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恐惧演唱了这个角色。与这样一个同伴的接近，非但没有让我瘫痪，反而激发了我一种壮丽的恐惧。我所经历的事件使我非凡地接近了诗人的思想，我找到了令音乐家惊叹的音调。他用雷鸣般的声音歌唱，他复仇的灵魂倾注在每一个音符上，极大地增强了他的力量。爱、嫉妒和仇恨在我们撕心裂肺的呼喊声中迸发出来。埃里克的黑色面具让我想起了威尼斯摩尔人的脸，
他简直就是奥赛罗的活生生的写照。我以为他会打我，会用他的拳头把我打倒。然而，我没有丝毫想要逃离他，避免他像胆怯的苔丝迪蒙娜那样愤怒的举动。相反，我向他靠近，被吸引着，着迷着，在这样的激情中，找到了死亡的魅力。但在死之前，我想知道，为了在我最后的目光中保留下那形象，那些永恒艺术之火必定已经改变了的未知面容。我想看到那个声音的脸，本能地用一个我无法控制的姿势，因为我已经身不由己，我灵活的手指扯掉了那个面具。哦，恐怖，恐怖，恐怖！克里斯蒂娜在那景象面前停了下来，她似乎仍然想用颤抖的双手把它推开，而夜晚的回声就像重复过埃里克的名字一样，重复了3次。恐怖，恐怖，恐怖，恐怖！拉乌尔和克里斯蒂娜仍然紧紧相拥，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抬头望向在宁静纯洁的天空中闪烁的星星。真奇怪，克里斯蒂娜，拉乌尔说，如此温柔宁静的夜晚，却充满了呻吟声，仿佛他在和我们一同悲叹。既然你将要知道这个秘密，他回答说，你的耳朵就像我的耳朵一样，将会充满哀叹。他紧紧握住拉乌尔保护性的双手，在一阵长长的颤抖之后，继续说道，即使我活100年，我也会永远听到他发出的那声超乎人类的嚎叫，他那地狱般的痛苦和愤怒的尖叫，而那个东西出现在我因惊恐而睁大的眼前，我的眼睛睁得和我的嘴一样大，我的嘴没有合上，却已经不再尖叫了。哦，拉乌尔，那个东西，怎么才能不再看见它？如果我的耳朵里充满了他的尖叫声，那么我的眼睛就被他的脸迷住了。多么可怕的景象！怎么才能不再看见他？又怎么能让你看见他呢？拉乌尔，你见过那些因岁月流逝而干枯的骷髅头？如果你没有成为可怕噩梦的牺牲品，你也见过他在佩罗斯之夜的骷髅头。你还在上次化妆舞会上看到过红色死神走动。但所有那些骷髅头都是静止不动的，他们无声的恐怖已经不再鲜活。但是想象一下，如果你能想象的话，死亡的面具突然复活，通过他眼睛、鼻子和嘴巴的黑洞，表达出一个恶魔肆无忌惮的愤怒，至高无上的狂暴。想象一下，眼睛的黑洞里没有目光，因为正如我后来知道的，只有在深夜才能看见他那炭火般的眼睛。我当时一定是紧贴着墙壁，成了惊恐的化身，就像他是憎恶的化身一样。然后，他那没有嘴唇的牙齿发出的可怕摩擦声向我逼近。当我跪倒在地时，他充满仇恨地对我低语着一些荒唐的话，断断续续的词语，诅咒、胡言乱语，还有多少别的东西，我不知道。看，他俯身对着我喊道，你想看，那就看吧，让你的眼睛充满，让你的灵魂沉醉于我这该死的丑陋吧。看看埃里克的脸，现在你认识那个声音的脸了。难道你听着还不够吗？你非要知道我是怎么做的？你们女人为什么都这么好奇？他一边重复着你们女人真好奇，一边大笑，那笑声震耳欲聋，嘶哑，带着泡沫，可怕极了。他还说了这样的话：你满意吗？我很英俊，不是吗？当一个女人像你刚才那样看到我之后，她就是我的了。她会永远爱我。我是一个堪比弹簧的家伙。他挺直身子，双手叉腰，摇晃着他那令人作呕的充当头颅的东西，吼道：看着我，我是凯旋的弹簧。看到我转过头去祈求怜悯，他粗暴地抓住我的头发，强迫我看着他。他那死亡般的手指缠绕在我的发间。够了，够了！拉乌尔打断道，
我会杀了他，我会杀了他。看在老天的份上，克里斯蒂娜，告诉我湖边餐厅在哪里，我会杀了他。别说话，拉乌尔，如果你想知道一切的话。啊，是的，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以及为什么回来的，这才是秘密。克里斯蒂娜，说实话没有别的了，但我无论如何都会杀了他。哦，我的拉乌尔，如果你想知道，就听着。他拽着我的头发，然后，哦，这更可怕了。现在就说，拉乌尔用威胁的语气喊道：“快说！”然后他嘶嘶地说：“什么？你怕我？这可能吗？你大概以为我还戴着面具，是不是？而这个，我的头是个面具。那好，像刚才那样把它扯下来。来吧，来吧，再来一次。我要你这么做。你的手，把你的手给我。如果你不够用，我可以借给你我的。我们俩一起把面具扯下来。”我扑倒在他的脚下，但是他抓住了我的手，拉乌尔，把它们按在他脸上那恐怖的地方。我用指甲撕扯着他的肉，他那可怕的死肉。看，他从喉咙深处发出如同铁匠扑风箱般的吼叫声，喊道：“让你彻底明白，我是由死亡的物质构成的，从头到脚，而且是一个爱着你、崇拜你，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尸体。我会让人把棺材加宽，克里斯蒂娜。等我们结束了我们的爱情之后，你看，我现在不笑了，我哭了，我为你哭泣，因为你扯掉了我的面具，也因此你再也无法离开我了。只要你还能相信我很英俊，克里斯蒂娜，你就能回来。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但是现在你知道了我的丑陋，你会永远逃离。我不会放开你的。你为什么要看我？愚蠢的、疯狂的克里斯蒂娜，你为什么要看我？如果我父亲从未见过我，而我母亲为了不见我，哭着送给我第一个面具。他终于放开了我。我像爬行动物一样在香木地板上抽泣着，然后他也像爬行动物一样爬了出去，离开了房间，进入了他自己的房间，房门又关上了。我独自一人，沉浸在我的恐惧和思绪中，摆脱了那个东西的景象。一场巨大的坟墓般的寂静取代了那场风暴。我得以思考我扯掉他面具的那个举动所带来的可怕后果。那个怪物最后的话语已经充分告知了我。我自己把自己永远囚禁了起来。我的好奇心将成为我所有不幸的根源。他曾多次警告过我，他曾重复说，只要我不碰那个面具，我就不会有任何危险，而我却碰了它。我诅咒自己的鲁莽，但我颤抖地意识到那个怪物的推理是合乎逻辑的。是的，如果我没有看到他的脸，我一定会回来的。他已经通过他戴着面具的眼泪，让我感动，让我感兴趣，甚至让我同情，足以让我对他的恳求无动于衷。最后，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他的缺点不会让我忘记他是那个声音，并且用他的天赋安慰了我。我一定会回来的。但是现在，如果我远离那些地下墓穴，我就不会回来了。没有人会回去和一个爱着你的尸体一起被关在坟墓里。从他在那一幕中激动的举止，以及他看我的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把他那两个看不见的眼睛的黑洞凑近我的方式，我已经可以断定他的激情是没有止境的。为了不让我落入他的怀抱，在那个我无法提供丝毫抵抗的时刻，那个怪物必定同时也是一位天使，而且，也许，尽管如此，他多少还是有一点天使的成分。音乐天使。如果上帝赋予他另一副容貌，而不是让他披着腐朽的外衣，他或许可以完全成为天使。面对为我预留的命运，我心烦意乱，
害怕看到棺材房的门再次打开，害怕再次看到那个没有面具的怪物的脸。我已经溜回我自己的房间，并且拿起了那把可以结束我可怕命运的剪刀。就在那一刻，我听到了管风琴的声音。就在那时，我开始明白埃里克对他所说的，带着令我惊愕的轻蔑称之为歌剧音乐的那些话的含义。因为我所听到的与迄今为止让我着迷的一切都毫无共同之处。他的凯旋的堂皇，因为我毫不怀疑，他为了忘记刚刚发生的可怕事情，而全身心投入到他的杰作中。他的凯旋的堂皇，起初在我看来不过是一声漫长、可怕而壮丽的呜咽。可怜的埃里克在其中倾注了他所有被诅咒的痛苦。我又看到了那本红色音符的乐谱，不难想象，那音乐是用鲜血写成的。它细致入微地带我经历了苦难，它让我进入了人类丑陋所居住的深渊的每一个角落。它向我展示了埃里克用他那可怜而令人厌恶的头颅，痛苦地撞击着那个地狱般阴森墙壁的景象，并且为了不吓到他们而躲避着人们的目光。我惊愕、喘息、绝望而又无力地见证着那些奇妙和弦的绽放。在这些和弦中，痛苦被神化了，然后从深渊升起的音符突然汇聚成一股汹涌澎湃、充满威胁的洪流。他们那闪烁着红彩的队伍仿佛像雄鹰飞，像太阳一样攀上天空。那交响乐似乎拥抱了整个世界。我明白了，这部作品终于完成了。丑陋在爱的翅膀的托举下，敢于与美丽面对面的对视。我感到如痴如醉。隔开我和埃里克的门在我的努力下打开了。他听到我的声音站了起来，但不敢回头。埃里克，我喊道，毫无畏惧的，让我看看你的脸吧。我发誓，你是世上最不幸也最崇高的人。如果从现在起克里斯蒂娜·达埃看着你时会颤抖，那是因为他想到了你天才的伟大。于是埃里克转过身来，他曾相信我，而我也曾，我也曾相信自己。他向命运举起他那瘦骨嶙峋的双手，跪在我面前，说着爱语。他那死亡般的嘴唇里说着爱的话语，音乐已经停止了。他亲吻着我的裙边，却没有看见我闭上了眼睛。我还能对您说什么呢，拉乌尔？现在您已经知道了这出悲剧。整整15天，他不断重演。15天里，我都在欺骗他。我的谎言和他所针对的那个怪物一样可怕。也正因此，我才得以重获自由。我烧毁了他的面具。我把戏演得那么好，以至于当我不唱歌的时候，他竟敢祈求我的目光，像一只怯懦的狗围着主人转一样。他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忠实的奴隶，对我百般呵护。渐渐地，我使他对我产生了如此大的信任，以至于他敢于带我到阿佛纳斯湖畔，并在那铅灰色的水面上泛舟。在我被囚禁的最后几天，到了晚上，他会带我穿过斯克里布街地下通道的栅栏，那里有一辆马车等着我们，把我们带到布洛涅森林的僻静之处。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对我来说几乎是悲剧性的，因为他对您怀着可怕的嫉妒。我只能通过声称您即将离开来对抗这种嫉妒。最后，经过15天那种可憎的囚禁期间，我时而感到怜悯，时而感到热情，时而感到焦虑，时而感到恐惧。在我对他说我会回来的时，他相信了我。而您回来了，克里斯蒂娜，拉乌尔呻吟道。是真的，拉乌尔。而且我必须说，并非是他伴随着我的自由而发出的那些可怕威胁帮助我信守了诺言，而是他在他坟墓门槛上发出的那声绝望的呜咽。是的，那声呜咽
克里斯蒂娜痛苦地摇着头重复道，比我自己当时告别时所设想的，更把我与那个不幸的怪物紧紧地锁在了一起。可怜的埃里克，可怜的埃里克。克里斯蒂娜，拉乌尔站起身说道，您说您爱我，但您重获自由才几个小时，就又回到了埃里克身边。想想化妆舞会吧。事情就是那样安排的，也请记住，那些时间我是和您一起度过的，拉乌尔，冒着我们俩都可能遇到的危险。在那段时间里，我怀疑您是否爱我。您现在还怀疑吗，拉乌尔？那么请知道，我每一次去埃里克那里的旅程，都增加了我对他的恐惧，因为每一次这样的旅程，非但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平息他，反而让他更加疯狂地耐着我，我害着我，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你害怕，但是你爱我吗？如果埃里克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你会爱我吗，克里斯蒂娜？不幸的人，你为什么要试探命运？为什么要问我一些我像罪孽一样深藏在良心底处的事情？他也站起身来，用他美丽的双臂环绕着年轻人的头，说道：哦，我一天的未婚夫，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把我的嘴唇献给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吻了他们，但包围着他们的黑暗被如此猛烈的撕裂，以至于他们像暴风雨来临前一样逃走了，而他们的眼睛充满了对埃里克的恐惧，在消失在屋顶深处之前，向他们揭示了，在他们头顶上方，一只巨大的夜鸟，用它炭火般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并且似乎紧紧抓住了阿波罗的里拉琴弦。